向着天空喊给未来的自己：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心态非常的平和且放松。面对你经历的苦难，不要退缩，相信自己，努力去做。我叫胡明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叫许文婷，我的本科与研究生都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我叫张雅琪，波士顿大学拿到国际商法认证和法学英语认证。我叫肖阳，我现在在牛津入读法学哲学硕士项目。我的名字叫做王野玉，我来自新疆喀什。我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我是朱戳莹，英文名 Kimberly， 我在香港大学法律本科荣入毕业。感觉很陌生又很熟悉。对，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终于到这一天了。还有一个椅子呢。哇哦！大佬出场果然不一样啊！终极 BOSS， 我们的终极大 BOSS， 本所的创始合伙人之一。这个气场。哎呦，鹏哥，真是。终极大 BOSS 终于登场！哎呀呀，真辛苦，辛苦了！哎，坐，别的。向您汇报一下，这个经过长达30多天的实习，总共9个课题，一轮一轮下来以后，现在有6位同学进入最终级面试，分数上都比较接近，各有千秋，各有特色。那我们给你介绍一下，是雅琪，他身上不仅仅是有那种乐天的那种正能量，同时他的那种刻苦，他的韧劲，也是让我非常感慨的，是能够给咱们所里带来很多新的活力的人。朱戳莹立志要做大律师，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信念上比较坚定。许文婷专业能力还真不错，口齿表达能力啊什么特别强。他是我们最后一场 MVP。肖阳忧郁内向，在关键的时候还是比较善于表达。胡明浩专业能力非常的强，他自己给自己是有一个追求极致的一个标准在。王毅踢馆选手，中途杀出的程咬金，断层第一，是远超 entry level 标准的一个小朋友。终极面试。那时间也不早，开始看吧。开始吧。啊，可以啊。先请谁？请进。哇哦！雅琪好，老师们好。坐。好像还是面试的那套衣服。本来不拘谨，这位彭律一来，又回到了30天前的那个状态。雅琪，那个我记得你第一天进来的时候说，我就是社牛。各位老师好，我叫张雅琪，我是一个社牛的留学草根。有的初生社牛不怕虎。那对于这30天实习经历里面，你对自己的标签又会是什么呢？永不妥协。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这30天的实习，还是对未来的发展道路，或者说未来的选择，我都会以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到自己的最好。在过去实习的这30天的时间里，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看到自己作为一名律师的成长，
所以说，对于未来道路的选择，我是想要成为一名律师。如果你在追求律师的职业生涯的过程当中，你遇到很多的挫折，你觉得你还会永不妥协吗？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就像骆律您说的，不管干什么事情，它都是会有很多困难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当律师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在过去的实习中，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律师的快乐，它能够给我带来成就感。也许在前一段时间内，我可能做得还不够好，但是我依旧会朝着律师这个方向，成为一名合格律师的方向上不断努力。我觉得人都松弛了啊，就是跟第一次我们面试谈的时候，雅琪还是很紧张，手舞足蹈，被我制止了，是吧？整个律所的工作，它是一个团队合作，我需要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把我交给我的事情，我要靠谱，我要做好，要让大家交给我的事情，你们放心。天哪，这哪像只隔了1个月呀，脱胎换骨了哦。但我好喜欢他的这个手势 up 的这个事儿，他手虽然没动，但他心里的激情一点都没有熄灭，更沉稳。现在很沉稳了。你看今天坐这儿手就没动，今天可能他很注意这个事儿，有改变，有成长，是吧？等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也许你会在互联网上有一定的流量的增长，也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商业机会。你怎么去平衡你的律师本职和这些商业机会之间的关系？好真实的问题啊！这问题提得好棒啊！现在对于我来说，在我的心中，我就是想要成为一名律师。它给我带来的成就感以及底气，和作为一名互联网传播者是有一点区别的。做律师能够让我更加的向下扎根，能够更加的体验到自己价值的所在。向下扎根，专业就是你的底气。对的。答得真好。没有一个多余的字，真的，有效输出，变化太大。我其实真的很有幸能够成为骆律的带教学生。我们那天晚上在海边吃饭的时候，你有对我说过一句话，您说，作为你的带教律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我也非常谢谢骆律，在我实习的过程中给我的各种帮助。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你的带教律师，也非常感谢雅琪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这些正能量和快乐。非常好，好，谢谢雅琪，你的实习正式结束了。雅琪真的值得，给他一个，他值得一个 offer。谢谢各位老师们，谢谢你们，加油，加油！无论有没有 offer， 都祝你好运。只要爱笑的女孩一定会好运的。刘律有点绷不住了。他还是的确成长了很多。对，我觉得今天整体的感觉比第一次来面试强太多了。思远都已经哭了。对，就最后成哥说那句，就说你的实习全部结束了哟。那待会儿你还得再听5遍。我可能耐受力就好一点了。慢慢来，慢慢来。请进。各位律师好。律师们好。Emily下午好。唐律好，4位代表律师好。今天依然很帅啊。
谢谢程律。我记得你第一次面试的时候问了你的很多问题，肖央对自己的到底要什么始终没那么坚定，没有那么明确。确定你自己想好了是要做律师这个事务了吗？对，但是不能保证我会一辈子都走这条路。经过30多天，你现在对律师这个行业有点了解吧？有点理解吧？有。我发现律师其实是一个全能型服务人才的聚集地，它需要你能文能武，既需要你能看得懂案子，也需要你能担得起承诺的底稿材料，然后通宵熬大夜，在不同的诉讼课题以及非诉课题反复横跳的过程当中，我也深刻感受到了在律师行业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就是在面对顾客的时候，你需要关怀备至，让他们如沐春风。是吗？但是在面对诉讼对手的时候，你也需要更加强势，然后冷漠相对。我觉得做律师是一门学问，然后我距离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你是哪位导师带你的？程律。对陈律师用几句简单的话有个评价，或者你想对他说什么？最开始觉得程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是后面其实程律是一个非常幽默、热爱生活，然后也很慈爱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老父亲。所以我在他身上学到了非常多，也非常感谢有程律作为我的代教律师。Steven 老师，非常的高级，然后对待自己的代教学生非常好，有时候我甚至有点羡慕，但是不是说程律您做的不好，但是如果能再加点的会更好。对。羡慕落绿，本来有 offer， 现在也没有了。所以那个一鸣，你要看看你的不足，明白，我得加点料。人生导师，他真的除了像一个代教律师的关系以外，他也跟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很好的长辈。他除了教我们如何去看待法律的案件，也教了我们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生观、职业观，让我们日后的人生规划和职业规划更加有方向。从一开始的实习到现在，你觉得作为对自己对这个律师这个行业的理解，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啊？首先，我很感谢今天工程给我这个实习的机会。经过这次的实习以后，我对于自己的自我认知提高了，也对自己的职业导向更加明确。我对于将来要去大湾区成为一个大湾区律师这一个前景更加有信心。这30天的实习没有改变你的这个初衷，是吧？我反而是经过这30天里边，更加肯定自己未来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律师。未来的话，我依然会以成为一个诉讼律师、大律师为我的核心，刑事辩护作为我的主线，但也会去多方面去尝试跨领域的业务，作为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晋天工程香港办公室，他很适合留在大湾区。给我们一个理由，把这个 offer 给你，你觉得这个理由会是什么呢？我的独特性。我的教育背景和我之前的经历都跟其他的实习生不一样。身为香港律师这个身份，未来可以在大湾区或者是一带一路里边发挥着一个比较独特的角色，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可以对今天工程的跨领域、跨境业务带来贡献。漂亮！你看人家讲的这个，我是一个可以越翻越多的一本书。而且我也对法律的行业也是充满了热爱，我觉得这份热爱就是支持我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去勇往直前，我都愿意去解决，愿意去做那一个去努力坚持自己做法律这个行业、律师这个行业这件事情的一个人。我们4位在校律师对你评价都很高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习生，也可能也是未来一个非常合格的律师。你对你自己怎么评价？有没有给自己的一些标签？我想讲一下，是我在这一整个实习过程当中，其实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是有一个波动的。
刚开始的几个课题其实并没有发挥的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会对自己某些方面的能力开始有一个小小的问号。我说，哎，怎么好像这方面还需要提升，还需要不够？我发现别人也有很多闪光点，但是这个时候我身边很多人给了我一个肯定，所以说在后面我就把我的心态去调整好了。我就说，就算脑海里蹦出来第一个答案是胡明昊，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愿意自己去承担很多事情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靠谱的队友。靠谱，我觉得是最高的评价。可以把后背交给他。各位律师好，是我一个简单的述职报告的大纲。哇，还准备了这个，身体好点了没？身体好多了。好。这是我的简历和一些能体现我的法律写作和法律检索能力的文件，请各位律师过目。既然准备了一份述职报告，要不然我们先听一下他的述职。好，都准备述职报告了。第一个课题就是保险案的一个案例研究报告。学到了要从一个顶层设计的方式动态的看这个问题，要把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而且在推进各个程序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个程序是否能推进要多久，要多少的成本。第二个课题我学到的其实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在推进一个过程中的时候，是要有一个定点推进、定期检查大家一个完成进度的一个状态。第三个课题，通过这个课题的话，我其实是初步对于公司法呀，还有商业领域这些以前我没有接触到、稍微有点害怕的领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所以我认为这个课题其实是帮助我在之后解决更多自己不了解的课题奠定了一个基础。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整个实习的话，就是在舒适圈之外挣扎和生存的一个过程。这来了之后，其实接触到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接触到的业务领域和业务的形式，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在整段实习结束以后，我觉得是非常充实，而且每一天都有学到新的东西。在这个实习过程中，你哪件事情对你的触动最深？对我触动最深的其实就是第三个课题。这个具体的案例我们还没有具体，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张，还没有尽可能往后拖，然后给您的公司提供。万事开头难嘛，在之前接触这些事情之前，这个所谓的商业谈判、会见客户和公司法上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黑匣子，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然后可能会恐惧，切实的被推到那个位置，然后去了解它、研究它之后，我会发现它其实这些所谓的难的东西，其实就是像民法这样的基础法在商业环境中的一些运用，然后结合了一些具体的制度。非常的相信我之后通过对于具体领域的学习和具体规章制度，还有一些案件的研究，我能够像掌握民法基础理论一样掌握公司法、证券法这样的高阶法，相当于为我打开新世界大门的一次机会。太棒了，必须一个 offer。那如果要有一个让 offer 给你的理由，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我觉得理由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而且非常有冲劲儿的人。我作为一个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如果在1个月内会有比较大的进步的话，那我相信如果再多给1个月、2个月，甚至半年、1年的时间，那我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帮助律所、帮助团队解决更多的法律问题。另外，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责任感的人，
在整个实习的过程中，也有3次是负责推进整个团队的任务的前进，我是可以胜任这份 offer 的。现在除了你以外，另外的几位实习生，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 offer 的话，你愿意推荐谁？我会推荐网易言语吧。你看，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完全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律师好。言语好。那经过这1个月，你觉得你自己现在的心情、想法，还是跟那个之前的想法一样吗？还是想做一名律师吗？依然非常坚定地想成为一名律师，并且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经过这1个月的实习，我认为我是适合当一个律师的。可能中途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波折，甚至是有一些枯燥，但是这都丝毫不影响我对律师的热爱。让你觉得做的最糟心的一个案例是哪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医美的那个项目。那个项目他没赢，是 King 组赢了。啊，就是他跟3个钢铁直男搭配的那个，3个直男他一个。那大家还有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可以，我后续会把这2家公司跟公司的不同之处发过来。我觉得是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可能何博在没有见到北海若之前，他去谈天地辽阔是没有意义的。可能一个人只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去不断的思考，其实并不能完整的反馈他的一个成长性。如果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之后，才会去更加有一个寻求合作的这样一个意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自己要反思一下，就是不要觉得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被我包揽，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沟通，然后与他人寻求配合与合作。假如让你猜，今天所有的学员，我问了同样的问题里边，被推荐得分最高的，你觉得是谁？是我。That's me。自信点。你值得。我可以说是我自己吗？除了你以外，有谁是最值得这个 offer 的呢？网易言语。我会说网易言语。我会推荐网易言语吧。网易言语最值得这个 offer。稳了，他真的值得。给我几个我们发 offer 给你的理由，说几个。首先，我对这份职业的坚定。我做过这么多的尝试，最终还能选择成为一名律师，首先可以体现我对律师这份职业的坚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一直成长。可能每个人在时代面前，一切的惊涛骇浪，可能都会逐渐消退。那么我对这一点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成长这件事情永远是未完成的一个状态，需要一直不断的去鞭策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我觉得，那我的个人的这个性格可能跟律师这一份职业的一些要求是匹配的。那么我觉得这2点可能是5位律师愿意给我发 offer 的原因。哇，他任何时候都这么稳，而且很舒适。他回答都是非常好。你是思远带的吧？对。你觉得他怎么样？评价一下吧。还是 KPI 了。哎呀，我们的 KPI 来了。这是对我的 KPI 考核啊。我觉得刘律师是一个工作跟生活中非常不一样的人。那么工作上可以看见他的坚定，然后看见他的韧劲儿。但是在生活中呢，又可以看见他对我们的关容体贴，以及看见他对生活的热爱。可能同为女律师，为我们同样身为女律师这样一个角色，是有一个开拓者这样一个存在的。那么任律师北大只写包，非常贴心，然后非常温暖的这样一位律师。但是其实，在做 IPO 这个课题的时候，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任律师对工作的认真，然后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谢谢。陈律师身上有一种真正的松弛感，我觉得这种松弛感可能来源于你已经站在高峰，站在一个高点，可能已经经历过人生中很多的起伏与波折，
所以才能够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坦然。可能您这种程度真的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沉淀以及经历才能达到的。对，其实之前苏威律师有问过我，可能在整个团队里最害怕的人是谁？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其实是骆律。可能我对您的这份所谓的害怕，是来自于我知道您对专业方面的这份坚持到底有多少。我可能害怕自己在你面前，就是所谓的法律上的一些欠缺会被，就是一览无遗。骆律师有一位实习生叫雨桐，在最后一个项目的时候，给了他非常打动人心的一些鼓励。也不要忘记看这一路的风景，不要为别人的评论而活，享受你自己的人生。也许你错过了今天晚上的月亮，但也许你会遇到明天的朝阳。相信还有未来很多的精彩在等你。希望你好好享受在港大的时光。雪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又让我觉得骆律师整个人，他可能不再是扁平化的，不再只是对专业上有要求的这样一个律师，可能让我真的感受到了他内心里柔软的这一部分。这王毅绝了，他实习是全景视角，真的，别人都是单一视角。他把所有的细节都看在眼里。对，他只有在很松弛的状态下，才能够看到所有的细节。太棒了，大局观，这是天才，他就是个天才。再给你一道加分题，看看我们彭律师。没想到吧，彭律师？我去，你这样难为人家，不是连我的名字都还叫不出来。直观感受我们今天的文化。你看，我们跟大佬之间可以这么随意的讲话，我们至少我们都很敬畏他，很敬重他，但是我们也可以跟他开玩笑，这也是今天文化的一种体现嘛。霸道总裁，外表霸气，内心柔软。那我觉得可能一家企业、一家律所，它最根本的一个文化，一定是跟它的创始人离不开的。其实我之前也听刘律师多次强调过，今天这种自由平等的这样一个发展理念，尤其是刘律师谈到今天对年轻律师的这样一种关注和照顾，然后以及真正的做到一个律师之间平等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肯定虽然我没有真的跟彭律师有过更多的交流，但是我相信从各位律师这里得到的反馈，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彭律师您内心深处的一些人生哲学。我的天，好得体呀！我这个律师我用定了，合伙人。30岁之前，这得今天合伙人，我天，王怕是吗？下一个刘律啊，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住重点。他这么年轻就可以这么成熟稳重、从容，太厉害了。可以吗？还行。我觉得是短短的这几分钟之内，你给人家的感受，人家能给出这样的反馈，这个言语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有机会对30天前初入律所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我会说，背挺直一点，向前站一点。我会说就是放平心态，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也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来。谢谢30天前的自己，你有勇气来这里实习。没有想到吧，你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一个热爱，保持松弛感，然后尽力而为，好好享受每一个课题。不要担心吧，因为今天工程会有很好的代教律师教我，还会有很多的小伙伴陪着我一起成长，所以我会让自己尽量的撇除这些担忧，好好的享受整个学习的过程。大幕终将落下，实习也快告一段落了。你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哎呦，他也要哭了，他在憋。十分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在过去这1个月里，你们在我们身上投入的心血和眼泪，是我无法想象的。所以，不管今天之后我能不能留在今天，或者是未来，
我能不能把律师做我最终的职业规划，我都希望你们对我这1个月的鼓励，我不会辜负这份期待，带着这1个月的所有的收获，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能够走得更长更远。太棒了，小杨。真的很感谢各位代教律师一路以来的陪伴和鼓励，我很享受这一个过程。我每天的工作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满足，很有成就感。很感谢今天工程为我带来这一个这么难忘的旅程。就是很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机会和各位合伙人就是再见，然后再可以多联系。对，我非常非常希望。因为律师这份职业，它可能看似非常光鲜，但是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付出跟努力以及汗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难免的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是的，所以我可能就是真的希望各位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对，最简单、最朴实，但是最真诚的祝福送给5位律师。背挺直一点，往前站一点。以后会越来越好，保持自己的自然的状态、真实的状态，这就是最好的。我们永远期待的是最真实的你，这就很好。也许你越来越职业化，但是不管你怎么样的职业化，你都要不忘初心。其实我觉得这一份真诚，当你真正的走上社会之后的话，要想保持是越来越难的。但是我们衷心的希望你能够保持这一份真诚。对，也期待你未来的路越走越顺，也期待你更好的表现。走出这个门，实习就全部结束了。然后希望你记住这段实习经历，向你宣布实习结束。雅琪，你的实习正式结束了。肖央，你的实习全部结束了。你的实习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好，那我们也预祝你一帆风顺。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律师，谢谢，谢谢5位律师的时间。好，谢谢老师。然后在走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跟4位代教律师拥抱一下，来表达我对各位的感激和一些有一些意思。没有你们不知道怎么能撑过这段实习。是，你自己可以。好，然后我觉得还有所，继续加油。对，特别好，就这样，加油，谢谢各位，加油加油。因为这1个月的时间，从他们第一次进这个房间面试到他们最后的最终面试，短短1个月，但我们刚开始说的每个人身上就像是2年的时光，不是说他们老了，而是说他们真的长大、成熟，那种灵魂里的成熟跃然纸上。想问问各位，自己回忆当中人生进步最快的，你会想到哪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录 offer 的这段时间。嚯，得体。你这把我们所有人的答案都给说了，这个就是录制的这个，为什么呢？没有，因为我就是觉得实习生们也很厉害，代教律师也很厉害。我从看他们的1个月的实习经历当中，我也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我觉得我在生活中还有在学校的学习上，我也实践了很多。然后我在这里听到各位哥哥姐姐们每次的这种发言，还有像陈明老师这种每次高度的那种总结，完了，就感觉我就耳濡目染了，我就被这个环境所浸泡了。特别是我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夸我，他说：“哎呦，最近觉得你这个说话的逻辑感好了很多啊，然后这个说话很多时候也不会再重复一些什么内容了。”哎，我就觉得
这个是我只是短短了，可能就是相处了也就1、2个月，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能在这些方面进步那么多，所以说我也要谢谢各位。哇！俊霖，你刚才有一个词，真的一下把我触动了。我们浸泡在怎样的信息流中？我们泡在哪里，我们就成为谁。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天天泡在15秒的多巴胺的短视频流里，我们就成为一个简单反馈的表层机器。但如果我们浸泡在高质量的信息流里，我们就成为高质量的生命。就是这么简单，背后的逻辑高度相。所以你那个词非常触动我。所以这不是你要感谢我们，这是我们要感谢节目组的地方。因为我们这1个月浸泡在这样法律的这种知识空间里，我们浸泡在这里，我们灵魂有一部分就成为了它。人就是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接你这个话，那肯定是可能是今天是我成长最。我这来了，从早上到现在坐到这儿，我接受了这么多的讯息，你知道吗？都是律师的那种逻辑思维和这种语言的这种环境下表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我肯定长脑子了。今天，我今儿大脑开发相当可以。我倒不觉得我是在 Alpha 里长大的，Alpha 里长大的是俊霖。Alpha 只是让我看到了不同阶段的自己啊，在一个短短的1个月之内看到他们成长。对于我来说，他们也是我的镜子，我可以看到年轻的时候的自己的很多的时候的样子。我觉得我人生成长最快的时候，是我遭遇磨难和挫折，甚至于我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亦或是各种生活中的家庭的变迁呀，还有亲人的离去啊，还有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善于从生活中总结的人吧。所以，我为什么说人生没有真正的失败或者成功，是因为你失败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更加成功的那个自己。所以，人生没有真正的输和赢，你的输就是未来的赢。你的赢可能就是未来的输，只是你处的阶段不同而已。如果你真的今天碰到磨难的时候，你就要想，这是老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成长啊，让我变得更加优秀，让我给自己的盾牌变得更加厚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才是最舒服的时候。就是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幸福和痛苦，但是，就像洛律说的，你不要闷头往前走，你要记着。每时每刻都要抬头看一眼，它的风景，这每一个瞬间都是非常难得的。你不是这一辈子总能碰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每个风景都会成为一个独特的记忆，留在你的人生和脑海当中。就像俊霖说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对，就是这样。这是小胡，他满足我心目中对律师的所有想象，时刻帅气有型，面对工作睿智理性。该怎么形容呢？对了，行智精英。没想到，连他的座驾也是如此。导航去法院最近的路线。我也想成为行智精英。东风本田英仕派行智精英座驾。其实我们早已不再满足于隔着一块薄薄的屏幕和遥远的时空，再来看他们的生活和感知他们的进步、他们的实习的过程。我相信有很多话，一定我们想当面跟他们讲，一定想当面跟他们说。哇哦！哪儿呢？已经下去了。是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季全部的实习生和代教律师入场。哦，可以演吗？喜欢你好，好，天天姐，大明哥，
好，小明哥好，依然是一丝不苟。网友见面，咱们很哎呀，刘玉，你太可爱了，你怎么那么可爱？你这怪吓人的。来，谢谢老师。好，谢谢你。哎呀，救命啊！好可爱，OK。你好，Hello， 小明老师。说好了，我要请你当律师啊。好，没问题，没问题。小明哥，你好，可以加微信了。是，我搜了你微信都没有加你，说我多好。小明老师好，小明哥好，见到你的偶像，加油！小明哥。我们俩得抱一下才行。偶像啊，我的偶像啊！这个是听说后天13号是您生日嘛，然后感谢你的支持，给你做了一个这个。谢。我给我签个名啊！生生的看嘞，没事。给我签个名。学生会最后一个。不要羡慕我啊！不会。请坐，各位坐。哎，你怎么有只熊？这是我们家明浩送我的，好开心哦！感觉我们见到偶像了，真的是，真的。哎，明浩在你心中是真人是这么帅吗？还是更帅？更帅了，而且个很高。对，然后就是有点瘦，我有点心疼他，想让他多吃一点，多吃一点。真的，而且很多人都比我想象的，陈立比我想的要瘦好多。我荧幕上是有那么显胖吗？不，荧幕上是魁梧。说的，现在是瘦下来了。而且真的刘律好高啊！对，我站在前面的时候，他们后面是要踮脚的。刘律的脚好了吗？没有完全好。哦，真的。落律也没有完全好。我的伤残老人团。等一下，哎，我就说你叫伤残老人团，你把我放到哪里？我是老人，就我没残，是伤残老人团。您哪年的？我比您大一点。我77的，我73的。哦，那应该是除了您之外我最大。对。但两位从面相上都还在吃青春饭的感觉。你说我是该高兴的还是该？损我们两个哈，接着发律师函。我分享一下吧。我刚才见刘律，我说啊，刘律，我好喜欢你，我知道你喜欢我，然后就开始雨桐握手，我说哇，雨桐你手好凉啊，然后就雅琪你真人好瘦，脸好小，雅琪啊好激动，雅琪说老师你牙齿上有口红，吓得我，然后吓得我赶紧掉，然后雨琦就把我的脸掰过来，我说哇塞，老师你牙齿上有口红，哦好的，脸好小，他们过来跟我说老师你牙上有口红，你这怎么回事？舔一下。要不是他告诉我，我都不知道嘞。我很小声的说的，很小声的说的啊，镜头都记录下来了。你们在屏幕里细声说的话都一个字不差的记录下来。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看完节目自己看自己有什么感受。我也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尤其是梁威，你看你说那句，你有什么感受？我真的好想，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是的。哪句？我感觉好多句都比较有感触。就你回看自己会觉得在那里边怎么样？虽然我期数比较少，但是真的每一期都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然后也能发现自己的很多的不足，然后也有机会让我去更快的改正。所以这次实习经历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是。对，就是人生其实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如果真能拎出来客观的看自己的话，其实是能够长进很快的。是的，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我不知道啊，到底那个谁，言语和明浩有没有最后中 offer， 因为待会儿我们大家才会知道嘛。但是我特别想要，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要请这个言语还有明浩做我的律师，你们可以给我打个折吗？节目的面子上。这个事儿，我们回头仔细再谈。经纪人发言了，经纪人发言了，让我们消化一下。真的是律师啊，滴水不漏啊。对。哎，对，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小明哥，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次录制的时候提到，好像
雅琪的生日，因为我们当时有看到一个特别大的惊喜。现在就给啊！小明哥帮你要来了毛不易的签名。哇！我跟你说啊，谢谢各位老师们，谢谢小明哥。当时录着节目的时候，我直接就掏出手机给毛不易发了个微信。我说我正在录一个节目叫《心动的 offer》，里边有个小姑娘叫张雅琪，非常优秀，特别喜欢你。哎呀，这个 surprise， 早知道我们在节目里也许点啥愿呢。我代表我们这几个，就是你们的粉丝，然后请毛不易签的名送给你，做你的生日礼物，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然后上面毛不易写着 to 张雅琪，加油，你是最棒的。哇塞，谢谢小明哥。加油，你是最棒的。谢谢小明哥。加油。谢谢小明哥，谢谢大家。货真价，绝对的货真价实。太感动了。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大家以后有生日心愿就私讯小明哥，他一定会完成的。他有一个爱好，就是不拒绝任何请求。小明哥是个热心的青岛人。等一下，我还有一个礼物是送给我的，谁？偶像。你的偶像叫什么？是需要一个司仪在这主持，还是怎么的？我突然间，人家不好意思自己说出来嘛。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黄晓明老师说出来嘛，给他的偶像胡明昊老师送上他一份真挚的礼物。好的，太感动了，谢谢。明昊哥，这个我是买了一个钢笔啊，因为律师是要写字的，对不对？他是要用自己的笔来维持正义的，所以这其实是一支正义之笔，啊。然后我给你的题词是：君子三端，善易明，秋毫虽细，我非轻。知道你很厉害，然后知道你也有特别擅长的东西，但你手中的笔，它并不轻，所以希望你用好这支笔，因为它是一支正义之笔。希望你给更多的人带来公平、公正和正义。好，谢谢小明哥，谢谢努力。我们真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大家那么熟悉，却又是第一次见，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整个节目播出之后，在网上网友们的讨论非常激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自己播出的 part 里面飘过的弹幕。看了，我开满屏弹幕看的，满屏弹幕都看，梁威也看了，看黑板，看黑板。今天我们把搬到我要接下来的活体弹幕面积，就是认领弹幕。今天我们把弹幕直接搬到了现场。现在这一幕我非常期待，就是认领弹幕时间，然后做出对这条弹幕的回应，好不好？来，上道具。好，接下来到了我们认领弹幕时间，我们一条条来啊。好，从此爱上山东男人，这个好像有点太简单，独一无二了。这个，天哪，这一条肯定是送给小明哥的。应该说的是胡明昊，这怎么可能是说我？这弹幕上肯定说的这是明昊。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说小明哥，因为我毕竟还是刚被大家认识，但小明哥已经被大家爱上了好多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明哥出现的时候飘过的一条弹幕。那我们俩吧，我们俩你们都不愿意认我俩了，我俩来，别谦让了，我俩也可以到山东。我在山东生活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这男人这么会说话的。没有了，这条弹幕确实是明昊出现的时候飘过概率非常高的。然后明昊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发弹幕的网友朋友们讲？我觉得大家这个非常善良，然后可能怕我来律所实习紧张，先鼓励一下我。觉得大家还是那个过奖了。华哥也好帅，华哥也好帅。是。肖阳还没反应过来。肖阳始终都是默默的害羞的在笑。你真的很像华哥，是吗？羞涩儒雅，一如既往。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条弹幕是谁的超长一句，是什么？这个也好明显哦。什么？你怎么知道胡明昊请我吃了早餐？全世界都知道了。我觉得他多了个胡子。这
一条是你发的吧？这个不是吗？找到发弹部的人了。妈，你每个细节都记着了，你真的。你怎么是这样的黄凯啊？这个有点好笑，我跟疯了一样。又是一个超长句啊，下一条。哇，好经典！敬天黑板今犹在，不见当初执笔人。执笔人起立吧。起立。执笔人在这儿，亲自认领，想哭了。回应一下我们的发弹幕的网友朋友。大家真的非常有才。然后关于黑板，我现在已经戒了，我已经戒了。那个陈明老师，你不如让他到黑板前去讲2句。我，来，好，直接敲吧，来吧。这样，敬天黑板今犹在，不见当年执笔人，直接 win 了。我跟你讲，你刚才往前面一站，黑板有了灵魂，真的。我看大家在这部综艺里面，好多大家都组了一个 CP， 就唯独我没有 CP。后来有人给我组了一个 CP， 跟黑板在，好惨啊！也是有道理的，没毛病。所以陈律，要不别淘汰我了，让我回去当黑板管理员也可以。专设一个职位，黑板管理员，负责今天所有的黑板。真可爱。就你要意识到，就是媒体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是切片呈现。所以所有的瞬间和细节其实都不是360度24小时完整的呈现。大家其实并不是说批评，我们在节目其实也聊到，我们不是批评你，我们是想到了你青春无忌的那个自己。心里就有那种自由自在、肆意的，然后去放飞自己的那种冲动，有可能你成为了我们记忆的投射，仅此而已。所以当你那个完整的你出现之后，大家还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因为你的那种真诚，然后在生活当中跟朋友相处的时候那种义气，然后那种关心、那种细腻，那也是装不出来的。然后看完了之后，你会意识到，哎，呈现出的是这样的一个自己，那种旁观又置入的视角是非常奇特的，然后那也是成长非常棒的动力。谢谢大家，谢谢陈明老师，没问题。不见当初执笔人，执笔人还会回来的。下一条，说他呀。这一看就知道是谁了。好，是我。这个很明显就是在说我飞球的身份，就是连着抽2次都是8。老天总是把你逼上绝境。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你抽到8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比如说，其实我虽然抽了最后1名，但是那个法律援助的案子我很喜欢。对，第二次其实也是让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然后去改进，所以可能是我以后的财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喊了这么多次救命，纯下意识的，真的是，其实当时没觉得喊了那么多次，不知道为什么一播出来，我好像只有这1个词。但是很真实，很可爱啊。嘿，港姐短短几天，港姐短短几天把这一辈子的班都教了。如果待会儿大老板来了，然后也给你发了 offer， 但他只问你这一个问题，就是8点以后的时间你怎么安排的话，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态度？offer 都不要。那我得思考一下。哇，真厉害，真厉害！哇，我的天，这句谁敢认领？天哪！洛律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在呲这个大牙。哎呀！我觉得这个时候除了我在呲个大牙之外，可能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回应了。我们都很喜欢你带着他们去钓虾的场景。又是一个。哎，陆律，我有个问题啊，您说，就是当时我们在猜你为什么要带2位实习生去那个钓虾，你知道我们猜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吗？请说。我们猜的方向是说你是在点他们下午的工作都是在抓虾。干了一下午白瞎了。
白瞎了。果然观众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个雨桐和雅琪，你们有 get 到这个点吗？所以之后有更加努力一些吗？下午在抓虾，而且刚开始10分钟连虾都没抓到的感觉。雅琪抓了很多虾，雅琪抓虾高手，抓虾高手，抓虾。好，接下来到了最后这一条，哇，哦。刘律好会磕，主打一个营养均衡。这条我也见过，是吗？刘律，是的，是的，是的。磕哪些？磕哪些？我狠起来连自己的 CP 都磕。我跟小白兔不甜吗？为什么可以做到 CP 大乱炖？就是因为 offer 5是一家人。所以，任何拿出2个人在一起都是很和谐、很有爱的，所以才能做到 CP 大乱炖。完全赞同，完全赞同，营养均衡。刚才大家看完了这个弹幕的部分，也完成了弹幕认领的部分。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敬天工程创始合伙人彭学军律师入场，公布一下最终获得 offer 的名额。来喽。欢迎彭律，来，请坐。之前让彭总说介绍一下敬天，我发现4位站在屏幕前就是最好的介绍，因为他们其实从第1期开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已经是现在的年岁，所以我们有时候忘了他们也是从身后那个年龄一路成长起来。我觉得彭律到了这里，鲜活的也勾勒出了各位曾经的旅程，也勾勒出了各位可能未来可以有的样子。所以大家都是自由自在的汇聚在这里，然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事儿做得更好，把专业做得更值得信赖。我觉得这就是敬天最好的招牌。所以这次4位绝对在整个屏幕上的呈现，让所有人，至少让所有关注我们节目的人了解了敬天内部那种打动人心的文化。再次谢谢各位。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彭律来到现场的重头戏环节，发 offer， 令人心动的 offer。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请彭学军律师公布并且颁发前2份 offer 给到我们的实习生。哇！接下来是揭晓时刻，彭律。哇！我们压力好大呀。来，我们先发出前2份 offer 给到对应的实习生，看一下他们的表情。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1份，王毅言语。哇，王毅确实优秀。这个实至名归，实至名归。谢谢彭律师。欢迎成为我们的同事。谢谢彭律师。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2份，胡明浩。谢谢大家。谢谢彭律师，好，恭喜，谢谢大家。我看中的人，这样的来，可爱一点。好。所以经过了这一季我们加油团们的群策群力，趣多多职场充能之路终于点亮了8盏充能之路，所以特别感谢职场充能官趣多多的充能助力，感谢趣多多，谢谢。今年令人心动的 offer 将会产生第3个 offer 的名额，接下来也要有请彭学军律师为我们揭晓。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3份，
许文婷。好，恭喜！谢谢。啊！哇，许文婷，你之前有听到过风声或者什么吗？但是我是确实觉得，就是说其他的几位就真的都非常的厉害，所以说你也是实至名归。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值得 offer。哇，恭喜！哇，恭喜文婷。其实我们是这样，我们是点亮7盏灯3个人，点亮8盏灯就8个人8个人有点过分了，这样子我们就这个是吧，就稍微的减一点点，好吧？你看6个可能也多，那再加1个行不行？对不对？展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谈判技巧哇！2个老板之间的谈判，看，跟你商量，你看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优势了。太可怕了，真的承受不了。我们广东地区啊，什么南方啊，我们还缺，对不对？看，鹏哥，这个事儿我们得从长计议。要多长？哇，小明哥厉害啊！我要稍微考虑一下，但是也不是不可以答应。关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对等的条件，还没谈清楚之前，我们不能轻易答应。我们好多艺人的整 case 都要给你们，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我们3个都是做非诉讼的，这有做诉讼的。小明哥真的实在太棒了。不是你要什么样的对等条件呢？不是开玩笑。好吧，答应了。我就说。谢谢。洪总，哎呦，江湖都只有您的传说是有道理的，是不是？是大佬，拦不住了，太任性了。哎呀，感谢。哎，格局，为格局鼓掌。真的。我们先收入囊中，那这一个会发给谁，或者到哪个部门等等的，我们可以再来记忆。对。谢谢各位，请坐。你们要谢谢这个小明老师啊，我们也把掌声给到小明哥，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把镜头和机会给到我们已经获得 offer 的3位实习生们，好不好？现在已经都不能叫实习生了，已经是今天的同事了。我们每人用1句话来表达一下收到 offer 的心情和感谢。来，王毅。我的心情就是2句话吧。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这1个月是成长跟温情并存的一段时光。成长是课题带来的专业性的成长，然后那温情就是各位带教老师，然后还有我的其他的实习生小伙伴们带来的这种像家庭一般的温情。然后最后1句话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实习坚定了我对法律事业的热爱。好在。沉甸甸的 offer， 值得，更加坚定了。谢谢。也希望你跟前面几位带教律师一样，20几年如一日，好不好？以敬天功臣为家。谢谢王毅。来，胡明浩。我其实跟那个王言宇同学的这个大同小异。第一个就是专业上确实飞速进步，这个月是我急速成长的1个月。然后在心态上，然后也有很大的变化，我变得更加轻松了，不会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因为发现这么多带教律师，还有这么多同学，在工作之外其实都是很包容、很好相处的一批人。所以，就是我实习完回去以后，我同学都说我笑得比以前自然，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1个月。谢谢大家。谢谢胡明浩，也恭喜胡明浩和王毅2位今天已经收获了第1个甲方，好不好啊？下来之后可以把约签一下啊！感谢，马上去。来，文婷。我想说的主要是，首先呢，就是感谢这段经历，就是这段经历让我有了以后也可以触底反弹的一个勇气。然后第2个就是也感谢这个 offer， 其实它也给我了一个去坚持做律师事业的一个决心，一个激励。然后还有就是要感谢各位带教律师，然后要感谢各位小伙伴，
然后还有观察团的各位老师，还有我在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非常感谢。我觉得是我们要感谢文婷，你证明了这件事情，不管上天给你抽了什么签，都可以把你想要的握在自己手里，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给到我们的4位代教律师，也是一样，我们用一句话送给已经拿到 offer 的我们的同学们，好不好？也是前2天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毁人生。青春就能让人也回到青春，就是这样，它就有这样的感染力。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正的隐藏的大 boss， 我们要认真感谢一下。是谁？我要感谢这一位陪伴了我们一整季，帮助大家职场充能的老朋友趣多多，感谢。趣多多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惊喜礼物，小何同学辛苦，我来辛苦。来，大家边吃边聊啊！谢谢。趣多多今天也给大家送来了打工人大礼包，里面是大家最爱吃的香脆曲奇和大块曲奇，上班饿了、休息时都能来一块，快速转换心情，调整好状态。同学们什么时候就会特别想来一块趣多多呢？我在每次那个课题汇报和考核之前，都会吃上一块趣多多曲奇，这样可以提升状态，让我能量满满的面对每一个课题。我是刚来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吃下午茶，然后我们就发现趣多多跟咖啡在一起是绝配。那大家吃着吃着，然后就熟络起来了。哦，是朋友之间友情社交的粘合剂，对不对？对。太棒了，因为趣多多酥酥脆脆呀，每一口都能吃到巧克力味豆，怪不得你们爱吃呢。是啊，我在观察室里面边看边吃，幸福极了。我们工作累起来，容易忘掉自己的身体，也忘掉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甜蜜的存在。但是趣多多的每一口都是在告诉我们，有些快乐就在你手边，对不对？只要吃一口趣多多的话，就能够能量拉满。再次感谢趣多多，谢谢。到了这一季录制当中最不想录的一段，因为我们今天刚刚有看你们在天台喊话的过程。就这个节目的悲伤就在于我们要屡次告别。我们刚才在里面已经目睹了一次，我们知道刘律在电梯里谈笑风生，进了车之后泪流满面。听说你哭了3天，哭了8场，8场。律师都是要记数的嘛，第2场哭完之后画正字，记得8场记得这么牢。第2场、第3场。但是知道这种别离的时候的眼泪是必不可少。今天我觉得今天的别离不需要眼泪，因为今天的别离不是真正的别离。我们也很感谢屏幕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2个半月的陪伴。今天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仿佛上了一堂法律的双学位的课程。我们每个人录节目就是长脑子，但是沉甸甸的这种收获和成长，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烙印。刚刚最后的时候，俊霖有讲到说，我们浸泡在哪里，我们就成为什么。我们一起共同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5里浸泡了你们1个月，我们2个半月的时间。我们灵魂当中有一部分已经是这个样子。用雨桐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彼此都不会忘记彼此的名字，很久很久以后都是这样。所以以后在街上见面的时候都不需要犹豫，能第一时间叫出名字。感谢你们给我们所有提供的生命的这些片段，谢谢你们。还是要别离，
不说再见，对不对？令人心动的 offer 5到这里就到了跟大家暂时要说一声我们容后再见的时候。我知道我们这一季的 offer 播出在网上收获了非常多的赞誉，也收获了非常多的讨论。但无论如何，眼光的聚焦，然后大家观点的发出，就是我们沉甸甸的幸福和收获。感谢你们所有人给我们一路的陪伴。这一季的令人心动的 offer 就到这里了，分别时间不会太长，让我们共同等待令人心动 offer 6的播出。谢谢各位，再见，拜拜，拜拜。职场初期有兰蔻谱写你未来小程序真好，轻盈又专业。第一，课程分阶段，分为在校规划、求职向导、职场新人与职场进阶，非常适合不同阶段的大家来提升自我。第二，课程很全面，覆盖职场必备核心技能，帮助大家提升职场软硬实力。想拥有职场新手陪伴好朋友，用微信搜索兰蔻谱写你未来，一起拥抱美好未来吧。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当您遇到拖欠工资等侵犯劳动权益的问题时，可以拨打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咨询相关政策信息，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当您遇到法律问题，需要专业法律人士提供咨询解答、法律援助时，可以拨打12348法律咨询专用电话寻求帮助。当您想要了解卫生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健康防病知识、预约诊疗，或者就是想确认一下近期接种过疫苗是否安全等，都可以拨打12320卫生热线进行咨询。当您发现周围有噪音扰民、污水排放等影响生活环境的污染事件时，可以拨打环境保护热线12369寻求帮助。无论是作为妈妈、女儿还是自己，当您需要法律、婚姻、家庭、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咨询时，可以拨打全国妇联公益服务热线12338寻求帮助。当您觉得情绪低落，需要进行情绪疏导时，可以适时拨打24小时希望热线400-161-9995找人聊聊。如果您想了解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或是有知识产权维权的援助请求，可以拨打12330全国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热线。当您在中国香港需要任何信息资讯和帮助，想要了解天气信息、文体活动、大道咨询、土地注册、公司注册等，都可以拨打香港特区政府1823热线服务中心电话问问看哦。当我们在外消费，不论是买实体物品、吃饭或体验服务时，如果感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可以拨打消费者热线电话12315进行咨询或者求助。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意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